嗨，大家好，我是乌鸦三语。2月7号是中国的医生李文亮去世1周年的日子。在去年的这几个月里，李文亮的身份由一名普通的医生转变为了一个造谣传谣的被训诫者。后来他的身份几经转换，最后被定格在了所谓的英雄上。当然了，李文亮他只是一个普通的医生，一个普通的人，他只是用他所获得的信息去警告他的朋友，他身边的同事而已。让这样的一个普通人变成英雄，那本来就是这个国家法治上边的耻辱。当李文亮这样的私人通信都可以把他拿来当做定罪的证据的话，那么消失到现在都毫无音信的陈秋实、方斌，那他们的消失是不是就变得合理了呢？因言获罪，在中国这片土地上，从建国开始到今天，他一直都没有停止过。如果说在疫情期间通过一些临时性的法律法规或者是行政命令去限制人们的部分的自由是合理的话，那么去限制人民的言论，去剥夺人民的知情权，特别是当寻衅滋事以及煽动和颠覆国家政权这样的罪名，把它频繁的用作打压老百姓言论自由的手段的时候，那么这个国家老百姓的文化以及创造力，它都在急速的倒退当中。我相信如果在100年甚至200年以后，那个时候的人类学家再回过头来研究我们当今这个时代为什么会出现整个族群的衰退，无论是从生育率、在国际社会当中的地位、科学技术上面的创造和发明，以及以汉民族为主的整个中国多个民族的道德的衰退，那么中共执政的这几十年的历史里边，一定会有很多的内容值得去研究。好，我们来看下一条消息。英国通信管理局在2月4号，也就是星期四的时候，吊销了中国国际电视台 CGTN 的执照。可能还有朋友还记得陈雷，一名 CGTN 的节目主持人，也就是在去年9月份的时候，他被中国当局以国家安全相关的罪名被逮捕。CGTN 可以被认为是党媒，也就是中国中央电视台的海外分部。作为这样一个披着国际的马甲，但实质上却是党的喉舌这样的一个组织，那中国政府为什么会对自己的人动刀子呢？首先，陈雷他是入了澳大利亚籍的，他是一名澳大利亚的人，澳大利亚的公民。有消息称，陈雷在他的脸书上边就中国政府对于新冠疫情的信息披露不够透明这个问题进行过一些指责。就这样的一个事情，那他就让中共政府无法忍受了。他们的思考方式就是，你拿着党国的一份工资，拿着一份钱，而且呢生活也比较优渥，那么你还不知足，在该唱赞歌的时候，你给我们唱了衰歌，那么就别怪中共执行家法了。要说这个事情，陈雷他做错了吗？他当然没做错了，他的工作完成的非常的好。以一名主持人的标准来看他的话，那他完成的非常的出色。该唱赞歌的时候，他从来也不吝啬。可是 Facebook 它是一个个人的社交平台，陈雷在 Facebook 上说的每一句话只能代表他自己，他并不代表他背后那个电视台，更不代表共产党。在西方自由世界常年生活的陈雷，他大概是已经忘掉了，如果在中国做一名主持人的话，那他24小时都是属于党的。他从进入电视台的那一刻起，就没有任何1分钟是属于他自己的，这就是中国的现状。这样的情况可不只出现在媒体单位上，在中共治下的这些政府官员，他们同样也是如此。他们很难在生活当中把那个官员的名头从自己的头上给拿掉，能让他们轻轻松松的真正做回一个儿子，做回一个父亲，作为一个丈夫这样的一个角色。从人性的角度来说，长期的缺失这种家庭的社会角色，那对于一个人的内心来说，它是不健康的。长此以往，它将对性格造成一些潜移默化的影响。作为手握重权的这些官员来说，那他们的心理健康直接关系到了他们动用权力的时候，他们在做决策时候的正确率。如果说中国这些千个、万个、几十万个官员，他们都受到这样的影响的话，那这样的影响势必会放大到整个国家、整个民族，都将会受到波及。所以说，想要成为一个好的官员，是不是可以先尝试着成为一个好的丈夫、一个好的妻子、一个好的儿子、好的女儿，先把自己小家过好了，那再回过头去把那个大家给建设好，这才是人类发展的一个健康的道路嘛。所以啊，不要用这些条条框框去限制住自己的人民，限制住自己的官员。像陈雷这样的事情，他自己的私底下的生活由他去就好了嘛，何必这样上纲上线，对不对？好，我们来看下一条消息。自从上个月20号拜登就任以来，中美两国还没有任何形式的国家领导人之间的沟通，两个国家领导人还没有通过电话。在2月5号，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杨洁篪通电话。
这个呢，就是到目前为止拜登政府和中共之间最高层的通话。在这次通话当中，布林肯表示，美国将继续捍卫人权和民主价值观，包括新疆、西藏、香港。以中共一贯的立场来说，这些问题都是一碰就得一跳3丈高的那些被中共一贯认定为的外国人无权干涉的中国内政问题。当然，布林肯的通话呢，也是有软有硬。软的部分呢，布林肯表示，美方将继续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恪守3个联合公报，这一立场并没有变化。我认为美国现在不想挑起争端，在疫情这样的全球大环境下，把自己国内的事情搞好，应该是每一个国家的首选项。其次呢，美国和中国都知道，即便现在2个国家关系都很紧张，但是呢，如果朝着完全破裂的方向去发展的话，那谁也无法承受这样的后果。所以在未来的这4年当中，斗而不破这样的基调将会是以后的常态。乌鸦三语认为相较于川普政府来说，拜登政府在日后与中共的博弈当中，他们将表现出来的一种状态是脸上挂着微笑，但是使劲的话，我使在背后，使在你看不见的地方。中共喜欢做一些没有底线、耍流氓的事情，这对于像川普这样性格的人来说，那这就变成了中国的一种优势。而这样的优势，如果现在再放在拜登的这一届政府人来说呢，我觉得他们不会上中共太多的当，他们会用中共喜欢的方式、习惯的方式，脸上挂着笑，然后背地里暗中较劲，也就是用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这个世界的国际关系也将会进入一个更加复杂的状态当中。好，我们看下一条消息。2月1号，缅甸发动政变，国防军总司令敏昂莱下令拘捕了昂山素季以及现任的总统。然而呢，今天也就是7号，传出了一个更新的消息，缅甸军方拘捕了澳大利亚的麦考瑞大学的一名教授，他的名字叫做杜内尔，因为他受聘于昂山素季，他在担任昂山素季的经济顾问。那么这一次的拘捕行动就成为了这一次缅甸政变当中第一个被逮捕的外国人。据最新的消息，杜内尔教授他并没有被带进监狱里边，带进看守所里边，而是在他下榻的宾馆限制了他的行动。关于缅甸政变这个事情，绝大部分的人都认为跟中国是脱不了干系的。首先，中国的外交部长王毅在不久以前访问缅甸的时候，他的主要目的呢是去提供疫苗，并且就缅甸境内的一些水电站项目和通往皎票港铁路修建的这些项目来做一些推动。本来这些内政的事情可以跟昂山素季谈，可以跟现任总统谈，或者呢跟他们的交通部长、能源部长一起来谈这些事情呢都不奇怪。但奇怪的就是王毅呢，他和敏昂莱，也就是国防军的总司令，他们呢又举行了一次会谈。那这个事情不就耐人寻味了吗？在政变发生之后，西方的很多国家都曾提出了将要对缅甸实施制裁，但到目前为止还并没有哪一个国家开始实质性的制裁。由于中国是缅甸最大的贸易伙伴，缅甸每年的1/3的进出口额都与中国相关。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西方国家贸然制裁的话，那他只会把这些市场空缺白白的拱手相让给中共。所以说，这一次的缅甸政变，无论是从经济还是国际政局，还是说中美之间的对抗来看，在缅甸这个地方都是中国占了上风，美国以及他的西方盟友占了下风。但是这样短暂的胜利是建立在缅甸人民痛苦的基础上的。缅甸人民在追求人民幸福、人民当家作主的这条道路上，他们所付出的可真正的是血和肉。他们在1988年发起了民主运动，被当时的军政府残酷镇压，死亡了接近1万人。昂山素季被捕，一直关押到了2010年。可现在这来之不易的民主和自由正在被践踏。我们呢，只能希望国际社会以及联合国更多的去关心和干预缅甸正在发生的事情。同时呢，乌鸦三语也希望大家共同去关注，并且帮助缅甸人民发声。好了，本期节目就到这里，希望朋友们可以点赞、关注、转发，我们下期再见。